再忍半小时，过前面山坳就到桥头村了。快到了，没想到都5年没回来了。爸，这次回老宅多住几天，村里空气养人。我撑着回来，就是想最后看一眼。远儿，多亏了你公司这1000亩西瓜收购合同，今年秋收，村里每家至少能多分2、3万块钱。陈村长看见肯定高兴坏了。老陈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特意带了他最爱的剑南春，今晚喝2盅，他保证感动得掉眼泪。爸这20年，每年雷打不动往村里寄5万建桥维护费。前几年村长陈守山哭穷，爸二话没说让我兜底，这份掏心掏肺的恩情，桥头村怎么也该记一辈子吧。爸，到了，前面就是村口。爸，快看，你当年捐钱修的桥还好好的。桥还在呀，只要桥在，乡亲们出村就不愁了。怎么回事？啥？这桥是我全资捐建的，回自己村还要收过桥费。是大壮，我是你建国叔啊！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省城来的老板，省城来的老板，看清楚牌子，过桥5块。兄弟，我是林远，后座是我爸林建国，你父亲老陈的老兄弟，咱们回自己村。哟，还真是建国叔，你这身子骨看着半截都入土了。你怎么说话的？大壮，建国桥建的时候就说好方便乡亲，啥时候设卡收费了？村里真困难到这地步了。喂，爸，你猜谁回来了？建国叔，对，快死了的样子。他那个有钱儿子开豪车拉他回来的。明白了，爸，我这就按您的吩咐办。建国叔，巧了，我爸刚才说了，你这回回来得正好。那我们这就能过。不过呢，过桥费还是要收的，规矩就是规矩，少1毛，你们今天就给我在桥头耗着。大壮啊，叔不懂，我是桥头村土生土长的人，回自己家，凭什么要收我过桥费？叔，村里前几年定了新章程，本村户口免费过，外村户口过桥5块。你和远哥一家子户口早迁省城10几年了吧？按章程，你们算外村人。大壮，这桥是叔修的。叔，桥是你修的没错，但这20年桥是咱村里在养啊。你每年是寄了点维护费回来，但那点塞牙缝的钱哪够？桥老化的厉害，村里倒贴了一大笔钱，您老得体谅体谅晚辈的难处。爸，你慢点呼气。叔，我也是情义价了，你这车加上人，算外村人入村小住100块，意思一下。陈大壮，我爸就是建这桥的人，你敢收他的钱，还有没有良心？远哥，先过桥，爸快撑不住了。这就是爸挂念了一辈子，护了20年的好乡亲。慢走啊，建国叔。这桥怎么一点也不像是长期修缮维护的样子？爸每年雷打不动寄维护费回村，这几年陈守山哭穷，爸心疼他们凑不齐钱，一直有求必应。爸，这桥破成这样，你寄回来的那几十万血汗钱，估计1分都没花在桥上。远哥，这村子当初找爸要钱的时候，不是说穷的连修桥的几千块都拿不出吗？
们明明日子过得这么好，我每年省吃俭用寄回来的钱，他们居然还说不够。爸，您别伤心了，您先在炕上躺一会儿，我去厨房给您烧点热水顺顺气。远啊，爸，你歇着，别说话了。刚才大壮在村口说的章程，真的是村里开会全票通过的吗？乡亲们真的都举手同意收咱们的钱吗？爸，可能这些年村里的日子确实也不好过，桥老化了，要修补漏洞，他们实在没办法，想了个加收的法子，也能理解。爸不是为了这点钱去计较。这20年，爸往村里寄钱，年年寄，前头5万，中间7万8万的，到后头村里说翻修，爸也寄2万3万。爸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掏心掏肺护了20年的乡亲，全是一帮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吧。你待会儿去跟他们谈西瓜收购合同的事儿，价格上多让一点也行，就当是爸最后给村里留个念想。爸，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还……你先躺会儿，我这就给陈守臣打电话问清楚。林远，开门，开门！林远，守山，哎呦，建国哥，你可算回来了！我刚才听大壮说你今天到了，我这不马上就赶过来了。守山啊，20年不见了。建国哥，这件事说起来就不好意思了。大壮刚跟我说了桥头的事儿，我也当场说了他。我说建国哥怎么能算外村人呢？咱村可绝对不能让修桥的大功臣寒了心呐。但是建国哥啊，虽然你已经不算是本村人了，但这桥是你修的。这几年你每年寄的钱根本不够修桥的窟窿，是村里大家垫付的，麻烦你补交一下欠大家的140万修缮费吧。你说什么140万？陈叔，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且不说凭什么让我爸补缴费用，这140万你们又是怎么算出来的？侄儿媳妇儿，你别急嘛，这140万的账，村里也不是非要你们全掏。50万，建国叔，你要是今天痛快点，给个50万的买断费，这事儿就在村里翻篇了。以后村里依然把你当本村的贵客对待，你看咋样？哼，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挑明了就是敲骨吸髓的上门要钱。你们，爸，你慢点缓气，你别听他们胡说。陈叔，我爸刚下车，舟车劳顿，现在还没歇过一口气。这件事咱们改天再谈，慢走不送。远子，你怕不是不想给钱吧？大家伙都在着呢，这件事今天绝对不能拖，赶紧给钱！远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建国叔要是这50万舍不得拿，我们也为难。不过嘛，村里一个老人前阵子才凑一块合计过，你们林家修的这座桥本来就是私自建的，当年根本没走任何官方的报批程序。这要是把这件事定性成违规私建捅到镇上去，会有什么后果？你们比我清楚吧？私自建桥，当年是你们跟我说村里穷，没钱去县里跑报批，是我自己掏空了腰包给村里建桥的。建国哥，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能讲人情，法规可不讲。陈叔，既然你们不要脸，那我就把话挑明。这桥过去这5年，你私设关卡，年年收过路费，一天几十辆车，一年少说也有20万的进账，10年累计200多万。我问你，这200多万的钱
进哪儿了？远子，你这话就过分了。大家这些年帮你们林家看着桥，不都是苦劳吗？分点钱怎么了？就是，桥是你们修的，但占的地不是村里的吗？我们还没找你要租金呢。那我问你，我爸这20年，每年雷打不动寄回来的几万块维护费，村里出过一张收据记录吗？你们说桥梁老化需要维护费，可现在桥上的栏杆锈的脱了一层皮，桥面裂的能塞进一个拳头，你告诉我钱花到哪儿了？好，你行，这个旧账咱们以后慢慢算。但今天我就站在这儿问你最后一句，那50万你给还是不给？当初你说过这桥只要修起来，咱桥头村世世代代都念我的好啊。爸，您身体不好，别说了。我念了大家20年的好兄弟、好乡亲啊！你今天竟然带人上门，要敲诈我50万！爸！爸！救命啊！快叫医生！爸，你看着我，爸，你别吓我，爸，你看着我，爸，爸！建国哥，你别吓唬兄弟啊！滚！远哥，这事儿可不能赖我们啊，是建国叔他自己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我让你们滚！爸刚才还在车上高高兴兴的跟我说村里的事儿，他怎么救。爸今天被气死在这间破屋子里，连一句完整的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而那帮畜生5分钟前还站在这里逼着爸交50万的买路钱，我绝对不会让爸就这么白白死了。林远，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爸这辈子生前最骄傲、最牵挂的就是村口那座桥。既然他们不知好歹，那我就替爸连本带利的收回来。你要干什么？老张，我有事求你。林总，您吩咐，指哪儿打哪儿。桥头村建国大桥，20年前我爸全资自费修的，我要让你连桥面带底座全都给我炸成粉末，一根钢筋都不许留。我明白了，林总，报备手续我亲自去跑。明天上午8点，重型挖掘机和爆破工程队全部按时抵达桥头村。拆吧，炸个干干净净。爸生前最在乎这桥，要是爸还活着，肯定也不愿意这座当初救命便民的桥变成这帮畜生敛财的工具。好，明天早上8点，我就替爸讨回公道。王伯，我爸当年在村里最要好的兄弟，也是20年前少数几个跟爸一起掏空积蓄抬砖和泥修那座桥的老实人之一。园子，建国，我的老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哇？园子，这本账我替你爹藏了整整10几年了，我日盼夜盼，就盼着建国能活着回来，没想到等来了的却是这一天。园子，还有过桥费，过桥费也是陈守山一家子把持着，你爹被贪污的建桥维护费，加上他们私设关卡收的过路费，累计下来，少说也有整整300万。林远，他们这是把我们林家当成了世世代代可以随便抽血的血包。王伯，谢谢你今天把这东西送来。你放心，
我们一定妥善处置这座桥。建国走前最后那2年，常跟我念叨村里这帮人念旧情，我没忍心告诉他真相啊。结果竟是被那帮畜人生生逼死了呀！李远，喝点热水吧，你一夜没合眼了。我没事。林总，远丰公司关于收购桥头村1000亩西瓜的深度合作意向书已备案完毕，一切是否如期进行？这份价值上千万的大合同，原本是我准备亲手送给乡亲们的谢礼，现在看来，他们不配。立刻取消签约，就算他们的西瓜全烂在店里发臭，也不许收一粒子。爸，明天上午，儿子替您去将建国大桥要回来。远哥，爸下葬要用的新被子、铜锁、黄纸，还有他生前最爱的那块旧怀表，我都收拾在包里了。今天送你最后一程，3棵老柏树底下，你生前亲手指过的地方，咱们这就抬你上去。王伯、张叔、赵叔，大恩不言谢，麻烦几位长辈了。奇怪，林远，赶紧把门打开！消息传得真快，我刚联系了镇上的灵车，不到1个小时，这帮尸血鬼就闻着味儿找上门了。远子，你这动作挺快的，连知会都不知会村里一声，就已经把人给收敛了。我爸的事我自己处理，陈叔，麻烦让一下，我们要抬棺上山。等等，陈守山，你丧尽天良，连自家老兄弟的棺材都要拦！下葬是好事儿，讲究个入土为安。可咱毕竟是乡里乡亲的，村里有村里的规矩，咱们得商量商量。商量什么？第一件，建国哥户口迁出去13年了，外村人入村办丧事，埋进咱村的祖坟得交落叶归根费3万，祖坟用地费2万，合计5万块。放屁！什么时候村里有这老规矩了？建国都走了，你还有脸要钱？别急啊。第二件，也是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儿。建国哥活着的时候，从来没说过这桥是他林家的私土。现在建国哥不在了，这桥按理也该无偿归村里。昨天你们为了50万的烂账，活活逼死我爸，今天又带人堵着他下葬。陈守山，你这哪是在要桥，你是在敲骨吸髓！远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叔都是为了你爸好啊！建国当年倾家荡产修这桥，还不是为了村里人出入方便？建国哥要是地下有知，他也肯定愿意把桥给我们。就是啊，你和你爹在省城当大老板，开豪车住别墅，你又不缺这点钱。这桥放你名下，那就是个无人看管的烂摊子，放村里交给大家伙管，那可是全村人的活路啊！可不是嘛！建国叔要是醒过来，听见你为了这座桥跟全村人讨价还价，准得再被你活活气死一回。陈守山，我爸现在尸骨未寒，你还要舔着脸白拿我爸一辈子修的桥，你们还有没有良心？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建国叔是自己心脏病发作没挺过去，这事儿派出所来了也得看医院的病历。我爸生前还说过，他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去了省城，而是回村修了这座建国桥。我爸砸锅卖铁修了桥，桥通车的第1年，村里的第1辆手扶拖拉车就是从这桥上开出去，把地里烂掉的菜换成了真金白银。张叔，当年要不是我爸修通了这座桥，让人家姑娘看着出村交通便利才肯松口，你儿子现在还在打光棍，你们张家早就断了香火了。还有你赵叔，当年要是没有这座桥，逢上大雨河水暴涨，你孙子连去县里中考的考场都过不去。还有你们，要不是修了桥，施工队能进来，你们现在还在泥巴窝里漏着雨。你们每一家每一户，踩着我爸的血汗风光无限的时候，怎么没人跳出来说这桥是你们村里的私产？远子，
叔今天就算背上这骂名，还是那句话，你今天只要点头，把这桥无偿交割给村里，叔代表全村老少爷们儿当场给建国哥磕3个响头，出钱给建国哥办全镇最隆重的村葬，立大碑刻金字，让村里人世代供奉。可你今天要是不交，这棺材今天就晾在你这破院子里，谁也别想抬出村口半步。对，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看谁耗得过谁。爸，你看到了吗？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你这么多年的便利，却依然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逼我林家交桥。今天这局到底能耗多久，不是你们能决定的了。啥意思？什么大惊小怪？啥动静？老天爷呀，全是大车就在桥边，他们这是拆桥啊！快，跟我去桥头，谁敢动咱村的桥，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园子，外头出啥事儿了？咱也去看看。王伯，您几位老人家留在这里陪着我吧，我去桥头办点事儿。园子，那帮畜生人多势众，你一个人……王伯，您几位替我守着我爸的棺，这是天底下最要紧的事儿。行，见过我们几个老家伙拿命替你看着，你去。谁给你们的胆子来这儿的？这桥是我们桥头村的集体财产，你们今天谁敢动一砖一瓦，我让全村人跟你们拼命！我只知道，该桥产权证编号在册，在省自然资源厅合法登记，产权所有人为林建国，合法唯一继承人是林远，跟你们任何人可都没关系。林远，你这个疯子，你竟然要炸桥！老张，准备好了。爆破组的师傅清晨7点就已经下水就位了。桥墩4角、桥面承重梁的500公斤定向垒段已经全部埋设完毕，起爆线路已接入主控台，只等您一句话。远哥，我求求你了，咱有事好商量啊！这桥不能炸，真的不能炸呀！炸了我们村就完了。我爸被你们活活逼死在我家堂屋里，尸骨未寒，你们不心软。等我要炸桥的时候，你反倒舔着脸求我了。林远，这建国桥是咱全村几百号人的命脉，你今天要是真敢炸，你就是丧尽天良。就是啊，桥要是炸了，我们怎么出村？林总，林大老板，我家娃下个月就要去县医院复查的，这桥要是炸了，咱们绕山路得走4个多钟头啊，娃的病拖不起啊，求求你高抬贵手吧！老天爷呀，我家果园这一季苹果，下个礼拜就等着拉去县城卖钱还债呢。桥炸了，车进不来，几十万斤果子烂在地里，你让我全家去喝西北风吧！现在刀架在脖子上了，桥要没了，你们一个个倒全都成了苦命人、可怜人了。你们堵在我家院门口，你们叫嚣着不交桥就不准我爸下葬的时候，有想过我爸的好，想过我做儿子的痛苦吗？既然没有，凭什么让我同情你们？远子，叔知道，刚才院子外头那话说的太绝、太过分了。这样吧，叔代表全村让步，这桥不让你白交了，咱跟你分。以后这桥上挣的过路费，村里拿8成，你林家拿2成，这总行了吧？就是8-2分成，村里8，你家2，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这绝对够意思了吧？这桥放村里，年年给你下金蛋，要是炸了，你可就1分钱都捞不着了啊！我爸修的桥，倒要你们大发慈悲施舍2成给我，从头到尾全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老张，炸桥！不要啊！真炸了！你竟然真的把咱们命脉给炸了！完了，全完了！这可是咱们村唯一能进城的路啊！林总，爆破任务圆满完成，危桥主体已彻底摧毁，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及次生灾害。辛苦了，老张，替我谢谢兄弟们。拿钱办事儿，林总客气。
林远，你给我站住！你以为你在省城有几个筹钱就能来咱们桥头村只手遮天？老子现在就去镇上告你破坏村集体财产！对，告他！林远，你以为你是大老板就没人治得了你了？咱们几百号人去告你，要把你拉下马！这是建国大桥的产权证，1990年登记，所有权人林建国。你们昨天口口声声说我爸是私自建桥，我今天用合法手续把我林家私人产权的一座危桥给拆除了。这既符合法律法规，不也正合了你们的意吗？造孽啊！远子，外头到底怎么样了？陈家那帮畜生没难为你吧？我把桥拆了，连桥面带底座全都成了粉末。王伯，外面的事儿彻底了结了，爸生前的心血收回来了，他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下葬了。拆了也好，那座桥耗了建国20年的心血，现在拆了，也算是跟着建国一起走了，干干净净，谁也别想再占他的便宜。远子，起棺！远子，当家的，你在前面引路。春婶儿，建国，春婶儿来送送你，你放心的走吧。建国爷爷，石头来送你。远哥，爸入土为安了。爸，儿子把您安顿好了，这村里欠您的账，儿子全都记在心里。从今天起，儿子亲自下场，一笔一笔，慢慢替您结清。远哥，爸这次回来明明是一片好心，他包里还揣着那份几百万的收购合同，一心想着让全村人今年都能过个肥年。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竟然会落得个被活活气死的下场。今年整个省内的西瓜市场早就饱和了，除了我们远丰集团愿意兜底，其他散售的果商压价压得很低，那些价格甚至连瓜农的化肥本钱都收不回来，更别说现在连唯一出村的那座桥都被我拆了，几百吨的西瓜靠人背肩行能运出去几斤，卖不卖得出去还得另说。你是说，恶人自有天收，咱们什么都不用干，踏踏实实等着这帮吸血鬼自食其果。这桥咋断成这样了？我们这几十吨的化肥和水泥怎么开进去？师傅，桥坏了，您辛苦一趟，绕一下后山的土路进来行不行？加钱，我们给加钱。开什么玩笑？后山的破土路坑坑洼洼，我这满载的大车开上去4个钟头都下不来，弄不好还得翻车出人命。我们老板发话了，桥不通，单子全部取消。违约金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退钱。完了，开出的2种化肥进不来，地里的庄稼全得旱死。我那盖了一半的新房啊，没水泥，马上就快下雨了，这房子不就全塌了吗？老李出大事了！大喜的日子，瞎喊什么？南方接亲的队伍到哪儿了？黄了，柳树湾的男方家刚才打电话来退婚了。你放什么狗屁！36辆接亲的摩托车都订好了，今天过门，他们凭什么退婚？人家男方爹在电话里骂了，说咱们村唯一出村的桥都没了，接亲的队伍根本进不来。人家还说什么？说他们家娇生惯养的闺女嫁过去以后回个娘家还得翻山越岭走4个钟头土路，连桥都没有的穷山沟，这门亲戚结了也没意思，彩礼人家直接拉回去了。完蛋了！
周老板，你可算来了！我家这批枣玉米都熟透了，个顶个的饱满。按往年的规矩，你今天赶紧安排大车进来收吧。我今天亲自跑这一趟，就是来跟你当面交个底。你家的玉米，今年我不收了。为啥啊，周老板？我家今年的品相比往年还要好，一点虫眼都没有。品相好，我信。但你们村的桥没了，要是进村得绕山，土路难走，一趟下来要多耽搁4个多钟头。那您少给点钱也行啊，收购价降一点，您看着给，只要别让玉米烂在地里就行。不光是我，柳树湾老黄家收西红柿的，白河商老吴家收土豆的。昨晚我们3个大收购商在镇上喝酒，早就合计过了。今年你们桥头村的活，我们3家一家都不接。周老板，你这要是不收，我家这几十亩玉米可就全完了。自己想办法吧，要么你们自己用拖拉机一车一车往外拉，要么降价兼卖给走村串巷的小户小贩。建国老哥不在了，我们能帮的只能到这里了。怎么办？陈守山，你给老子滚出来！我家3000斤土豆全挖出来了，堆在地头没人要，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乡亲们，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我已经跟镇上打过电话了，会想办法帮咱们村联系新的收购商。桥都没了，你想个屁的办法！临县的老板走之前撂下话了，绕山路拉货赔钱，倒找钱的都不来。你拿命赔我烂在地里的收成吗？陈守山，我闺女的婚事黄了，男方连夜把彩礼车给撤了，这门亲事到底黄在哪里？你心里没点数吗？老李，你少在这儿借酒发疯。婚事是你老李家的事儿，男方嫌贫爱富退了婚，跟我陈守山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要不是你贪得无厌，逼死建国哥，把林远往死里得罪，林远能发疯把桥炸了吗？你们给我搞清楚了，炸桥的人是林远，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发疯去砸林家老宅的大门，少在这儿冲我撒野！你竟然还有脸推我！这10年是谁仗着他爹是村长，天天搬个破凳子拦在桥头收咱们5块钱的买路费？林远骂的对，咱们这帮人就是瞎了眼蒙了心。我是上门堵林家了，但你们没去吗？你们不也是为了桥的分红才跟我一起踹林家大门的吗？那也是你怂恿的，你不出这主意，大家也不会这么缺德。要不是你这些年贪了建国书的维护费，还纵容陈大壮收过桥费吸血，林远能跟咱村结下这血海深仇。乡亲们，别动手，你们要怪我可以，但现在最紧要的是赶紧想办法把地里的收成卖出去换成钱。收购商都撤了，还能怎么卖钱？谁说一定得仰仗这几个收购商？大家给我3天时间，我亲自跑一趟省城。我就不信省城那么大，我还找不回几个愿意来收货的大老板。好，就给你3天。3天后要是找不来车拉货，我们掀了你家的大门。散了吧，散了吧。老公，陈守山被逼得没法子，当众说3天之内要亲自跑一趟省城，给村里找新的大收购商回来。让他去。远丰集团的行业封杀令昨天就已经下发到了省城商圈每一个农副残产合作商的桌面上，谁敢接桥头村的货，就是跟远丰作对。啊，可是陈守山做了这么多年村长，难保不会有什么人脉。不急，整个省城他连一片烂菜叶子都卖不出去，这才刚断了2天的粮，饿得还不够狠，让这帮白眼狼先互相咬一会儿。这出狗咬狗的好戏刚刚开始。这么多瓜都熟了吗？换做往年，地头早就停满外地牌照的大铲车了，但自从桥炸了后，连个收瓜的鬼影子都没有。快点，拉到县城菜市场去散卖，再不拉出去，这瓜就全烂地里了。爹，我这破3马子一趟撑死拉500斤，咱家3万多斤西瓜，我得来回跑60多趟，再加上绕那条破山路，单出就得4个钟头。等我全拉完，西瓜烂的比我跑的还快，油钱都不够倒贴的。那咋办啊？这可是咱全家熬了1整年的指望啊！李老板，求您了，您派个小车来也行啊，价格好商量。
张哥，我是桥头村的小强啊，咱家那瓜。桥头村，你们村现在在省城商村里，大名叫断桥村。远丰集团放了话，去你们那儿收货，就是跟他们作对。我去你那儿收一车瓜，明天我的生意就得黄。没了桥，这日子没法过了。爸，这可咋整啊？真就眼睁睁看着这3000亩瓜全烂成水。你不是说要去省城找大收购商吗？这都几天了，你天天窝在家里打电话，连村口都没出去过。你老子闭嘴！我这3天把省城所有认识的老板电话打了个遍，没收一个咱村的瓜，咱们的活路全封死了。这咋整啊？陈守山，你拍着胸脯保证的省城大老板呢？我家3亩西瓜，全家老小1年的口粮钱全烂在地里发臭了。乡亲们，你们先松手，再给我2天时间，我再打电话。你联系到现在，连个收破烂的都不肯来。你找不到人就不行，早说，我们自己想办法出去求爷爷告奶奶。你生生拖了我们7天，西瓜全完了，你赔我们的血汗钱。陈守山，都这个时候了，还要硬撑吗？要不你去求求林远帮忙，他不是在省城打拼吗？说不定认识远丰集团的人。就是，现在只有全省最大的远丰集团能吃下这批货，林远肯定有路子能攀上这层关系。林家这20年寄回来的修桥钱你贪了，林家自己掏钱修的桥，你带着你儿子逼人家炸了。你陈守山要面子，拉不下老脸去求人家帮忙牵线，是不是？行啊，你要面子，我们要命。对，让陈守山去求。祸是他惹的，他得给全村负责。去，马上拉下脸求人家林远高抬贵手，帮全村说句好话。谁说非得去求他林远牵线？建国哥生前留过远丰集团总部的名片，我是桥头村的村长，我自己打给远丰。我是桥头村的村长陈守山。董事长，桥头村的电话接吗？接，开免提，听听咱们陈村长能开出什么条件。我是远丰采购部刘海生，陈村长有何贵干？我想找你们采购部门的领导谈谈西瓜收购的事儿。哦，桥头村的西瓜啊，是这样，我们桥头村今年的早熟西瓜3000亩，个大包甜，品质没得挑，想跟贵公司谈个收购的单子。你们村的西瓜我们不去看看吧，至于收不收，看我心情。既然陈村长亲自开口了，明天我们派2辆车下去看看货。但是陈村长，丑话我先放在前头。你们村连桥都没了，大车进不去，运输成本翻倍，这收购的价格，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行，您派人来看，只要能收走就行。乡亲们，远丰公司明天派人来收瓜。董事长，您既然已经跟桥头村彻底断了来往，刚才为什么还要答应去收他们的烂摊子？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是更解气吗？一码归一码，那毕竟是10几万斤的粮食，种出来不容易，不该就这么糟蹋了。何况桥头村里也不全是陈守山那样的恶鬼，总不能因为我个人的恩怨，逼死那些无辜的人。董事长深谋远虑，借这次断桥的教训，让他们知错，咱们按最低折损价收，再不用顾及人情抬价了。那也得看他们明天的态度。如果态度好，知道悔改，我个人吃点亏，调重型冷链车进去保鲜，拉他们一把也无妨。但如果死到临头还是贪得无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您就是省城远丰公司派来的刘海生刘总监吧？刘海生，远丰集团采购部副总监。看来我想多了，远丰这么大的盘子，怎么可能是林远那种毛头小子的？刘总监，您这一路绕山路辛苦了。走，我先带您去喝口茶，然后再去地里看西瓜。不用废话，直接去地里看货。好，刘总监真是雷厉风行，这边请。陈守山吩咐咱们每家每户都提前挑了几个最大最熟的西瓜，码放在田埂上。远丰集团的人应该能看到咱们的诚意吧？来了！
糖度12，水分饱满，品相合格。您看咱村这瓜，这成色，这品质，绝对是全镇第一。桥头村去年的西瓜市场收购均价是1斤5毛8分钱。对，咱们桥头村的瓜可是远近闻名的好瓜，今年这涨势更是肯定价格更高。我给你们的价格是1斤8分。你说多少？8分？1斤西瓜8分钱？你开什么玩笑？桥头村距离我们省城的生鲜仓库原本只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但现在桥断了，我的车要绕后山土路，单程4个小时，油耗翻倍，车辆折损翻倍，装卸搬运的人工费全部翻倍，更别提一路颠簸造成的西瓜破损率。可是卖不卖你们自己考虑清楚。8分钱1斤，我包圆全收，3000亩地，总计大概90万斤，总价7万2千块，现金，签了字，车队立刻进山拉人装货。我家3亩地整整4000多斤瓜，按你这价只能卖320块钱，我光买化肥的钱就投进去2000多。8分钱，这连地里1捆烂青菜的钱都不够，你这是明抢啊！刘总监，这个价格我们连个本都收不回来，我们卖不了啊！不卖可以，我下午就回省城，等下个礼拜这几百万斤西瓜全都烂在地里化成水，你们就算赔钱喊我来拉，我都嫌脏了我的车轮子。陈村长，你是桥头村一把手，这字签还是不签？你拿主意。我只给你10分钟，10分钟不到，我立刻走人。远丰集团这摆明了就是趁火打劫，但如果不签，这瓜就全完了，村民绝对会当场扒了他的皮。乡亲们，刘总监说的也对，咱们现在没路可走，8分就8分，这个价格好歹还能捞回几百块钱的本钱。陈守山贪了建国树20年的钱，现在桥断了，凭什么让我们赔上棺材粉卖西瓜？你们自己动脑子想想，8分1斤也是钱，不卖，明天就全都烂成水，你们1分钱都见不到。还有5分钟。大壮，老子身上就带了3000块现金，你赶紧偷偷溜过去，把这钱塞给那个刘海生。爸，这时候塞钱干啥？你懂个屁！他要是收了钱，哪怕只肯往上抬个5分1毛的，咱存几万斤瓜算来，也能多收回大几万块钱的本儿。快去！刘总监，您看在咱兄弟一场的份上，这3000块钱是一点心意，您受累，把这价格稍微往上抬一抬，哪怕1毛5也行，咱保证不让您白跑这一趟。幸好来之前林总亲自交代过，如果遇到这种桥段，该怎么把他们往死里踩。行，够仗义。谢谢刘哥，谢谢刘哥高抬贵手。乡亲们，大家静一静。我刚才考虑了一下，看在你们陈村长家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再给大家让一让步，我把收购价格往下再压1分，7分钱1斤。啊，陈村长，怎么了？你儿子刚才偷偷塞给我钱的时候，又没明说到底是要抬价还是压价啊？我做了这么多年采购，通常村干部偷偷给我塞钱，都是希望我把官方收购价压得越低越好，这样你们才好在中间做阴阳账本，把差价揣进自己的腰包，对吧？不然他为什么要偷偷给我塞钱呢？不是这个意思，乡亲们，这就是刚才陈村长的亲儿子当着我的面亲手塞给我的3000块钱。至于他塞钱到底是想吸你们的血，还是想帮你们，你们自己问他。陈大壮，你还想从我们血汗钱里吸血？打死这帮吃人不吐骨的畜生！不是，爸，救我呀！我没有。钱货两清，合作愉快。1年的血汗，连化肥钱都没收回来，这下可怎么活呀？爸，你看，刘总监，他怎么去林家了？爸，林远不是在省城打拼吗？难道他认识这个刘总监？今天西瓜亏本这么多，大家伙肯定要找我算账，我必须找个替死鬼，把这口黑锅甩出去。乡亲们，都停下！出大事了！陈守山，你又想耍什么幺蛾子？
你们看看那个刘海生，刚一收完瓜就进林家大门了。我就说远丰集团这种大公司，怎么可能知道咱村桥断了，还把价格压得这么死？肯定都是林远干的。没错，林远在省城混了几年，肯定认识这个刘总监，是他躲在背后牵线搭桥，故意让刘海生把价格压到7分钱，就是要整死咱们全村啊！啥？是林远搞的鬼？乡亲们，你们看看手里的钱，一年到头就换回来这么几张破纸。林远炸了咱村的桥还不解恨，他这是要断了咱们的活路，要赶尽杀绝呀！林远这个畜生，他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老小啊！林家小子太毒了，这哪是压价，这是喝咱们的血！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瓜，凭什么让他林远拿去送人情搞报复？乡亲们，咱村现在被林远卡得死死的，他炸桥压价断咱活路。林建国生前装好人，他儿子更是个吸血鬼。咱们今天就去他家，把今天的这笔血汗账讨个说法。走，去林家。走，找林远算账。林远，你是不是非得咱们全村人都逼死你才高兴？滚出来！林远，你个背后捅刀子的小人，炸桥不够还要串通外人压价。林远，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林远，你不敢见人是不是？你再不出来，老子今天带人把你家这破房子给拆了！乡亲们，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个刘海生收完瓜不走，直接钻进了林远家里。我就说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林远就是跟外面这帮奸商早就串通好了，故意在压咱们的价。林远，你哪怕记恨我们，也不能拿全村人的血汗钱做交易啊！就是，你联合外人坑咱们桥头村，你算什么男人？你们块烂在地里的瓜，其他收购商连看都不看一眼。远丰集团肯大老远派车来收这些烂瓜，那是天大的好事儿，是救你们的命。你们现在居然倒打一耙！救命个屁！我看炸桥也是你们早就蓄谋好的。大家仔细想想，他林远早不炸晚不炸，偏偏在西瓜熟了的时候把桥炸了。没错，我看他就是故意断了咱村的活路，让别的老板进不来，然后好让他认识的这个奸商趁火打劫，用7分钱的底价把咱的瓜包圆。对呀，我就说他怎么敢把桥炸得那么干脆，原来是为了垄断咱村的西瓜。这招简直太阴毒了，拿咱们几百号人当猴耍！不要脸的奸商，还我们的血汗钱！把骗走的瓜吐出来！你们敢这么跟林？趁火打劫？你们是说远丰集团调动10几辆重型冷链卡车，顶着翻车的风险走4个小时的盘山属路，就为了收你们地里那些快烂成水的垃圾？你们去县里打听打听，现在的油价和人工费是多少？真要算账，远丰这趟连运费都在倒贴，纯粹是在做赔本的慈善。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唤？少在这花言巧语装好人，反正结果就是你炸了桥，害得我们每家每户都赔了成千上万块钱。你今天必须给全村人一个说法，赔偿我们的损失。对，必须赔钱，把我们亏的钱补上，不然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出桥头村。要赔偿可以，咱们现在就来算算这笔账。你们堆在地里的西瓜暴晒了整整7天，底层发酸腐烂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另外，15辆重型冷链卡车的油耗和折旧费，还有运到省城挑拣发臭烂瓜的人工费，剩下那40%的烂瓜环保处理费等等，这些成本加起来整整10万。而你们这批瓜的合同收购价是6万3000块。真要按商业规矩算赔偿，你们桥头村现在还倒欠远丰集团3万7，谁来结一下？你这纯粹是瞎算，这都是你一张嘴憋出来的糊涂账，糊涂鬼呢！就是，哪有买瓜还倒贴钱的道理？你就是抠门，就是不想掏钱赔给大伙儿。你们还要不要脸？我爸骨肉未寒，你们敲诈勒索了200多万的过桥费，我们连提都没提，现在反而跑来我们家门口哼，闹事。一码归一码，你们林家要是兜里没钱了，那就去找远丰集团要。你不是认识远丰集团的人吗？你去求他们啊！对啊，咱们是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只要你去求情，远丰的大老板肯定会可怜咱们，随便露出个几十上百万当补贴，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对，你去求远丰的大老板出钱，大老板都有钱，做点慈善怎么了？他们这么大公司跑来坑我们这些穷苦百姓的血汗钱，他良心过得去吗？让他掏钱赔偿。哦，
听你们这意思，远峰的老板不仅没好处，还得倒贴钱做慈善。那如果远峰集团的老板现在就站在这里，你们打算当面对他怎么说？怎么说？老子当然让他拿钱，必须按照1斤5毛8的原价，把咱们全村的损失1分不少的补齐了。老刘，你都听见了，你觉得远峰集团该不该可怜这群老实的庄稼人？林总，这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他们活该。林远竟然是远峰的董事长，不可能！守山叔，你大侄子是董事长，你怎么反倒不高兴呢？身价过亿的大老板最讲究名声，讲究衣锦还乡。只要我豁出这张老脸，说几句软话，给他个台阶，他肯定不好意思真跟我们这帮乡亲撕破脸。哎呦，小远啊，你看看这事儿闹的！你说你这孩子既然当了董事长，回村怎么不早跟叔透个底儿呢？你要是早亮明身份，大家伙刚才还能在门口，这全都是一场误会啊！就是啊，远哥，咱们可是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兄弟。刚才那都是大伙儿心疼地里的西瓜，急红了眼。咱们都是没文化的泥腿子。你现在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肯定不会跟咱们一般见识，对吧？林总，既然远峰是您的产业，那刚才那7分钱的收购价，肯定是您跟咱开的一个玩笑，故意考验咱们的。是啊，远子，你爸当年在村里人缘多好啊！你现在发达了，拉扯乡亲们一把，那是天经地义的。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老小饿死吧？把别人的善意当成软弱可欺，把自己的贪婪粉饰成理所当然。这群人骨子里的恶是救不回来的。一家人，半个钟头前，你们拿着锄头、扁担堵在我家门外，怎么？现在发现我是远峰的老板，发现你们惹不起我了，这笔账就成了一场误会了。算什么账啊，小远，你这话就生分了。咱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穷怕了，一时情急说错2句话，你还能真往心里去？林总，我们给你鞠躬道个歉还不行吗？你赶紧把合同改了，大家和和气气多好。拦着我爸的棺材不让下葬的时候，你们不老实；在桥头设卡强收20年买路钱的时候，你们也不老实。现在眼看西瓜烂在地里，换不到钱了，你们倒想起来装老实人了。我原本觉得种地确实不容易，10几万斤的粮食烂在泥里是造孽。就算你们这群人再恶心，我倒贴运费和处理费把瓜收走，也算是对得起生养我爸的这片土地。对，林总心善，那咱们赶紧把合同改了。但我现在发现我错了，救蛇的农夫只会被咬死。我林远在省城做着上千万的买卖，这点从烂瓜里抠出来的苍蝇肉，我还真不乐意赚。没错，省得出了钱派了车组，最后还要被你们堵在家门口，拿着农具指着鼻子道德绑架。远子，你这是啥意思？合同咱都按了手印了啊！老刘，在。合同全退了，让车队把装上去的西瓜怎么搬上去的，就给我怎么卸回地里，1斤不收，1颗不带。明白？林总，我是畜生，我刚才猪油蒙了心，您打我骂我都行，求求您把瓜收了吧。远子啊，叔给你磕头了，家里老太婆还等着这笔钱抓药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远哥，咱们是从小玩到大的交情，你再给咱们一次机会，哪怕1斤给5分钱也行啊。林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放过大家伙。鳄鱼的眼泪，现在哭得惨，不过是因为刀子割到了他们自己的肉。我给你们很多次机会，可你们做的事，只让我感到1次失望。你们自作自受，和我有什么关系？林远，你就是个铁石心肠的怪物，我们都给你跪下了，你还想怎么样？好狠的心啊！你今天退了合同，就是存心要逼死我们全村老小。你爸在天之灵看着你造孽，他能安生吗？我就说他是个吸血鬼，他就是故意设局耍咱们。林远，你把事做绝了，早晚有报应。咱们桥头村的人就算饿死，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才对，这才是你们桥头村人该有的嘴脸。装什么可怜的老实人？路是你们自己选的，桥是你们逼我炸的，合同是你们自己做没的。满地烂瓜，你们留着慢慢吃，自求多福吧。完了。林远现在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他要是记恨咱们，以后随便动动手指头，咱们全村连条活路都找不着。他根本不在乎咱们的死活，咱们把他得罪死了。他要是继续在外面掐咱们的脖子，咱们桥头村不就成了死村了吗？
都怪你们父子！要不是你们贪了修桥的钱，逼死了建国叔，林总能这么恨咱们吗？对，林总要报复也是冲你们陈家来的。你惹的血债，凭什么让全村人的收成跟着陪葬？你赔咱们的粮食，给咱们个说法！大壮，快跑！陈守山，滚出来！还我们的血汗钱！你不拿钱出来，咱们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开了个老头子房吧！爸，铁门快顶不住了，他们冲进来会把咱们活活生撕了的。瓜全烂了，这帮穷鬼现在要拿我的命填坑。走，从后院翻墙跑去镇上，只要老子还是村长，就有翻盘的机会。只要能见到镇长，说不定村子就还有救，林远也翻不起什么来。领导，省里那个修路指标再不定下来，恐怕期限要到了。我正在琢磨给哪个村合适。省里今年拨下来的这个定向扶贫公路特批指标，资金雄厚，是个打翻身仗的好机会啊！是啊，领导，这条柏油马路要是修通了，那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政绩。您打算把这个指标给哪个村？原本我看好桥头村。他们村地势合适，但省勘探队说了，修路得先进重型勘探机械打地基。桥头村唯一的建国大桥刚被炸了，勘探车根本进不去。算了，时间紧迫，明天把这个指标转给隔壁的柳树湾吧。是。定向扶贫公路，修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老子能把这条公家的柏油大马路带回村里，让大车能进村，谁还在乎地里那点烂西瓜？老子就能继续当桥头村的天。领导，您不能把指标给柳树湾啊！咱们桥头村的几百口乡亲，就指望着这条路活命了。你是桥头村的陈村长，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陈村长，不是镇里不照顾你们，是你们村没桥，省里的重型机士进不去，桥断了咱可以搭。领导，您给我一次机会，桥头村就是拿命填，也绝不拖公家的后腿。老陈，你先站起来。省勘探队下周3就要下乡，我最多给你7天时间。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7天之内，你们桥头村要是能自己出钱出力，在河面上搭起一座能走重型机械的承重便桥，这个扶贫公路的指标就是你们的。要是搭不起来，指标立刻给柳树湾。以后镇里再有什么项目，你们村也别想沾边。7天，我保证完成任务，绝不给领导丢脸。林远啊，林远，你以为炸了破桥就能卡死我陈守山的喉咙？你做梦！我现在手里攥着公家的指标，这盘棋我赢定了。全村老少爷们儿都给我出来！天大的好事儿啊！陈守山，你还有脸敲锣？还嫌坑咱们不够惨是不是？赵小强，你给老子把锄头放下！我今天去镇上，可是给咱们全村求来了一道翻身的护身符。上次你也没办成事儿，你要真有办法，早干嘛去了？这次可是镇领导亲口批的，只要咱们自己出钱搭个能过勘踏车的便桥，就能出重金给咱们桥头村修一条双向通车的柏油大马路。柏油大马路，没错，有了柏油路，以后大卡车直接开到咱们地头上收粮，再也不用走后山那条破土路了。乡亲们，林远以为炸了一座破桥不收咱们的瓜，咱们就得跪在地上求他。没了林远，咱们桥头村照样能翻身赚大钱。对，让他林远滚蛋，咱们不靠他。林远，听见没有？咱们来给你道喜了。林远，你听见没？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能只手遮天？我呸！没了你林远的臭钱，老天爷照样给咱们赏饭吃。国家马上就要给咱们修双向柏油路了，以后咱们村你高攀不起。
林总，这群刁民简直无法无天了！我现在就给省城安保部打电话，调人过来把外面这群东西全收拾了。老刘，放下。林总，他们都骑到您头上了，您能忍，我忍不了。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他们现在飞得越高，膨胀得越厉害，等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乡亲们，镇里给的修路指标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人家有要求，7天之内，咱们村必须自己在建国大桥那块搭一座能过重型机械的承重便桥。我找镇上的包工头算过了，一共需要5万块钱。咱们村100户人家，按人头平摊，每户出500，现在就开始交钱。乡亲们呐，我陈守山昨天在镇政府走廊死皮赖脸，才把隔壁柳树湾的指标给咱们抢回来的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村能通上大车，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穷受气。大家伙咬咬牙，哪怕是借，也得把这钱凑齐了呀！村长，你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咱们地里的西瓜全烂了，连买盐的钱都没了，上哪儿去给你变500块钱出来呀？哎呦，我不行了，我这心脏病犯了。修路那是公家的大事儿，凭什么让咱们老百姓掏钱呀？我没钱，1分都没有。就是啊，哪有让咱们垫钱的道理？王老二，你少给老子装死！这桥要是搭不起来，公家的勘踏车进不来，指标就直接给柳树湾了。到时候你们就抱着地里的烂瓜饿死吧！给柳树湾就给柳树湾，反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大壮，既然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动手，按花名册，挨家挨户收。谁敢不交，就去家里搬东西，拿猪羊抵债。得嘞，兄弟们，动手！抢劫啊！村长抢钱了！爸，数清楚了，整整5万块，1分不少。爸，这可是5万块现金啊！咱们真拿去买钢材建桥，就为应付勘踏队走那么1、2趟车，犯得着用那么好的料吗？大壮说的对，勘踏队的车就走个过场，只要桥当时不断就行。等百公路修好了，谁还管那座破便桥的死活？大壮，你说的对，这3万块钱咱们爷俩留下，全当是这次替全村人跑腿拉指标的辛苦费。对，咱们应得的。那剩下的2万呢？明天你拿着这2万块钱去镇上废品站收点2手木板、生锈的钢管和便宜的铁丝，怎么省钱怎么搭，只要能在表面上糊弄过去，撑到勘踏队的车开进村就行。爸，您放心，糊弄人的事儿我最在行。林总说的果然没错，这俩父子压根儿就不是做好事的料。大壮哥，这批钢筋都是从几十年的老拆迁楼里生生扒出来的废钢，还有那边那几十袋水泥，放在露天淋过雨，早就受潮结成硬石头块了，别人白要都不肯拉走。少废话，我就要这批没人要的垃圾，连钢筋带水泥，一口价多少钱？当废铁和填坑料卖，5000块钱，你全雇车拉走。钱给你，但发票和收据你得按2万块钱的数额给我开。懂，大壮哥这是要回去平账啊！放心，发票包您满意。老头子拿3万，我拿1万5，搭个破便桥，5000块钱的废铜烂铁足够糊弄了。大壮，这钢筋一掰就断，这水泥也全成了死疙瘩，根本和不出浆来。说什么呢？这哪是修桥的料啊？这分明是废品站不要的垃圾！用这玩意儿在河面上搭承重桥，大车一压绝对塌，这是要出人命的呀！这料看着是不对劲啊，
锈得直掉渣。这要是勘探车开到一半塌了，咱们全村都得跟着吃牢饭。老东西，拿钱，闭上你的嘴！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反正是临时便桥，上面还要铺厚木板，表面上看不出来。咱们只要糊弄过工程队，让他们的车开过去就行了，塌不了，赶紧干活。凭什么老子在这儿出苦力流大汗，他们在那儿抽烟歇着？桥是全村的桥，多干一点老子就亏了。不干了，歇着。这硬的像石头一样，全成了死疙瘩，根本和不出水泥浆来。这咋往桥墩的模子里灌呀？费那个劲干啥？反正是临时搭的便桥，能撑过勘察队那几辆车就行了。去，铲两桥河沟里的黄泥巴掺进去，黄泥巴黏糊，掺水一搅和，跟水泥一个样，还省力气。对呀，反正上面还得铺木板，谁能扒开看里面是啥？这就叫钢筋铁骨，木头在泥里烂不掉，结实着呢，赶紧灌进去。他们疯了吗？那可是要承重几十吨重型机械的桥墩，他们竟然往里面掺河泥，还用烂树枝代替钢筋。果然，这群人是坏到骨子里的，压根不值得同情。是他们亲手把自己的活路给断了的。他们为了省那么点力气，连全村人的命都不当回事了。等勘探队的大卡车开上去，那座桥会瞬间碎成渣的。那座便桥根本走不到通车的那一天，因为那不是桥。那是他们亲手给自己修的坟墓。爸，你看这活干得怎么样？外表白灰一打底，谁能看出来里面包的是烂泥树枝？这就叫面子工程。干得漂亮，只要外表光鲜，能糊弄过明天勘察队的眼珠子就行。等柏油大路一修，这破桥谁还管他死活？林远，你躲在屋里听见没有？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咱们桥头村自己把建起来了。咱们有国家给修大马路，咱们桥头村自己站起来了。你个忘恩负义的吸血鬼，没有你，咱们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赶紧带着你的臭钱滚出咱们桥头村！吸血鬼滚出去！滚出桥头村！吸血鬼滚出去！滚出桥头村！爸，您护了他们20年，他们连您下葬都不让。明天，儿子就让他们把欠您的连本带利全还回来。李厅长，像桥头村这种定点勘察，让底下的工程队来跑一趟就行了。您怎么还特意推了省里的会，亲自跑这一趟？20年前，我下乡视察，就是在这条路遇到特大山洪，连人带车被冲进河里。当时是桥头村的林建国跳进水里，硬生生把我捞上来的。建国兄弟是个厚道的好人呐，听说他前阵子刚走，我这次亲自过来，就是想看看他生前拿命护了一辈子的桥头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光景。我记得乡下的村民们都是淳朴的，想必桥头村村民人都不错吧？只要桥头村的乡亲们心术正，能老老实实做好分内之事，把进村的承重便桥搭好，这个扶贫的特批名额，我顺水推舟批给他们，也算报了建国兄弟当年的救命之恩。爸，来了！勘探车队来了！金山银山终于开进咱们村了，只要这车队一过桥，双向板条马马路就是我陈守山这辈子最大的成绩。欢迎领导视察，便桥已经修好，质量绝对没问题，车队不用停。
直接上桥，直接开过来。哎呀，欢迎大领导来咱们桥头村视察，您一路辛苦了。老乡们辛苦了，这就是你们村为了通车自己筹资建起来的承重便桥。领导好眼力，这桥是咱们全村老爷们儿砸锅卖铁，不分白天黑夜赶出来的，用的全是最好的料，钢筋水泥足足的，别说走几辆勘踏车，就是跑火车都没问题。建国兄弟护着的村子，乡亲们果然有股子拼劲儿。小王，重型卡车先别上，为了检验乡亲们的心血，开我的车作为头车，我亲自上桥走第一趟。厅长，这不符合安全规定。没有万一，桥头村的乡亲们连命都能拼，我有什么不敢走的？上车。等车队经过，桥头村水涨船高，我也能从中捞不少油水。恭送领导上桥。桥塌了！完了，天塌了！快跑！压死大锅了！这是要拉咱们全村去吃枪子去赔命的呀！快跑啊！快，救人！挺住，我带您出来。烂树枝，黄泥巴，这就是你们跟我打包票的比铁还硬的承重桥。李厅长，我以为他们只是贪小便宜、偷奸耍滑，把桥搭得简陋一点。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连最基本的建材都不用，全拿河泥和废渣充数。陈守山，你给我滚下来！国家给你们优待，是让你们勤劳致富。你们敢拿烂泥巴糊弄勘踏队，你们这是在草菅人命！领导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儿，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是他修桥的钱全在他手里，是他贪了公家的钱买的这些烂树枝和废铁皮来糊弄事儿啊！爸，你胡说什么？那5万块钱明明是你自己先拿走了3万，揣进腰包，只给我留了2万去废品站买废料的，你现在全推给我！放肆你逆子！我打死你个腾地的王八蛋！呸！你还想让我给你顶罪？门儿都没有！喂，我是李建平，立刻联系上级和执法局，马上派人彻查桥头村的所有往来款项。另外，省里给桥头村的修路指标永久作废，叫特警队过来。这帮人为了贪污，用烂树枝建承重桥，险些搞出重大命案，把这群无法无天的刁民全部给我抓起来严查。这回彻底完了，李厅长发了这么大的火，这笔账算在咱们头上，咱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全完了。修路的指标没了，把咱们爷俩扒皮抽筋都赔不起呀！不怪你，非要贪那3万块钱。要是真拿5万块买点好料，桥怎么会塌？是你去拉的懒子，路自治糊弄事儿，是你把老子想害死了。都怪你，是你带头往水泥槽里掺的黄金吧？是你害大伙摊上这要命的烂摊子！赵小强，你个天杀的！明明是你为了偷懒去河里捞烂树枝当钢筋填进去的，这桥是你弄垮的，这几百万你要赔！造孽呀！早知道就不该听陈守山的忽悠，咱们老老实实给林总磕头认个错，哪怕地里的西瓜全烂了，也比现在背上还不清的死债强啊！咱们怎么就瞎了眼，非要跟林远作对啊？现在好了，全村人都得跟着陪葬。爸，您看清楚了吗？这就是您拿命护着的人，他们不配您的善良。今天这笔20年的烂账，我替您彻底清零了。
小伙子，刚才多亏了你身手敏捷。你是省城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不属于省城哪个单位，我就是桥头村的人。我叫林远，我的父亲叫林建国。建国，你是建国兄弟的儿子？像，太像了。那股子遇事不慌、不怕死的狠劲儿，跟你爹当年跳进山洪里捞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好孩子，你爹是个伟大的好人，可惜我来晚了一步，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什么情况？大领导竟然认识林远？完了，他肯定会想办法针对我们的。陈守山，你是不是以为你昨天在镇政府走廊里挤出几滴鳄鱼眼泪，镇里就会把几百万的修路指标给你？我今天当着你们全村人的面把话挑明了，这个定向扶贫的特批名额根本不是陈守山求来的，是林远用他远丰集团的资产做担保，亲自在省里签了责任师，才把这个几百万的修路项目给你们桥头村包下来的。咱们是畜生啊！远丰集团那么大的产业给咱们兜底，咱们居然把财神爷往死里得罪啊！报应，这都是报应啊！老天爷把金饭碗塞到咱们手里，咱们自己给砸了个稀巴烂。原来林远什么都知道，只是冷眼看着他们像跳梁小丑一样，让我们最后亲手把自己的活路彻底挖断。我陈守山造孽呀！好孩子，建国兄弟身体一向硬朗，怎么走得这么突然？他生前没留下什么遗憾吧？我爸是被他们活活气死的。什么？我爸当年掏空心底给全村修了那座建国大桥，可这群人为了几个钱，强行霸占了大桥，设卡收过路费。不仅如此，我爸出殡那天，他们连棺材都拦着不让过，非要收死人的买路钱。霸占恩人修的桥，收死人的买路钱，畜生，简直是一群畜生！您当心，逼死恩人，砸烂金饭碗，还用这种害人的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你们根本不配通车，不配拿到扶贫款。都是陈守山，是他非要咱们一人掏500块钱修桥的，这桥是他牵头的，车是他压塌的，算不到咱们头上。对，钱都交给他了，桥塌了就是他没买好料。放屁！那5万块钱全买钢筋水泥了，是你们自己干活不出力，往里面填黄泥巴才塌的。就是，咱们爷俩跑前跑后，1分钱都落着，凭什么让我们一家背锅？是吗？1分钱都没落着。老刘，帮陈村长回忆回忆。明白。这3万块钱，咱们爷俩留下，全当是这次替全村人跑腿拉指标的辛苦费。对，咱们应得的。那剩下的2万呢？明天你拿着这2万块钱去镇上废品站收点2手木板、生锈的钢管和便宜的铁丝，怎么省钱怎么搭，只要能在表面上糊弄过去，撑到勘察队的车开进村就行。爸，您放心，糊弄人的事儿我最在行。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拉回来的全是一掰就断的废钢筋和死疙瘩水泥。我刚说了一句，陈大壮这小畜生就硬塞给我200块钱封口费，拿全村人的命去糊弄。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啊！你们贪了老子的血汗钱，老子今天活剥了你们！陈守山，打死这2个狗东西，把钱吐出来！把他们拉开，别惊扰了李厅长。救命啊！他们要活活打死我呀！打死你活该！你贪了全村的救命钱去买废品，你拉着全村人给你垫背，老子做鬼也要扒了你的皮！老孽呀！大马路没了，还得赔大罐的车，这日子没法过了，不如死了算了。小林，这帮人当初霸占你爸的桥，敲诈勒索，不仅逼死你爸，还设卡阻拦出殡的队伍，现在又搞出这种坑人的豆腐渣工程，险些酿成大祸。李厅长，您有话就直说吧。远辉集团有那么庞大的法务团队，你既然早就知道他们偷工减料，这群无法无天的东西全都要进去吃一辈子牢操，你为什么留他们到现在？林总，远子，你不能啊！咱们知道错了，咱们是一时糊涂被陈守山那个老畜生忽悠了啊！林总，你行行好，千万把证据交上去啊！咱们上有老下有小，真要是进去吃牢饭，全家就都得饿死啊！李厅长，您以为我不想报复吗？我恨不得亲手把他们一个个全送进去，为我爸讨回公道。可是我爸临终前死死抓着我的手，用最后一口气拦着我，不让我这么做。哪怕他咽气的时候，这群人还在外面堵着门，喊着要收死人的买路钱。我爸说，桥头村的人只是穷怕了，本性不坏。他求我，无论他们做的多绝，一定要给大家留一线生机。这，建国真是这么说的？李厅长，您以为我爸仅仅是念及乡情吗？不，
他比谁都清楚这群人的本性。如果我用铁证把他们全送进大牢，把他们逼到家破人亡的绝境，狗急跳墙，把人逼急了，只会催生出更可怕的恶。他宁愿自己把所有的委屈和屈辱都带进棺材里，宁愿自己被活活气死，也绝不能让我陷入这种无休止的仇恨和报复中。他在用他的命斩断这不共戴天的死仇，护着我下半辈子的安宁。建国老哥，大义呀！他这是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用菩萨心肠来化解这段孽缘啊！这种胸襟，这种格局，这帮只认钱的刁民给建国提鞋都不配。林总，我对不起建国叔，我对不起林家呀！建国叔拿笔保证咱们不吃枪子，咱们就连他老人家的棺材都来呀！我赵小强丧尽天良，我要下18层地狱啊！建国，你老哥都不是人了，我给你磕头认罪啊！建国叔，咱们错了，咱们全村人都知错了。林总，你打死我们吧，我们真的知道错了。爸，您听见了吗？他们认错了，但太迟了。你爸是个真正的爷们儿，是个顶天立地的大好人，但这群人配不上他的善良。林建国念旧情那是他的大义，但我李建平不吃这一套。回去之后，我会立刻联络有关部门，对主谋陈家父子立案严查，绝不姑息。至于你们这帮刁民，就算不用坐牢，砸坏国家财物的赔偿1分钱也别想逃。你们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得给我把这笔债还清。同志，我真就是个跑腿的，买废钢筋的主意是我爸出的，那摊下来的3万块钱全藏在他屋里床底下的铁盒子里，你们去搜，抓他别抓我呀！呸！贪村里的修桥款，断全村人的生路。陈守山，你最好在里面把牢底做翻。你家那几间大瓦房，我们今天晚上就去扒了抵债。贪来的钱没了，连在桥头村祖祖辈辈留下的根上车也彻底烂绝了。老实点。建国大哥仁义，临死还惦记着给你们留条后路。看在他的面子上，你们偷工减料搭危桥的事儿，今天暂且不抓人。但是，省勘探队的重型机械已经在县里等了3天。你们这桥塌了，设备就进不来。定向扶贫指标是有严格审批期限，全省的工程进度不可能停下来等你们。指标从今天起收回，桥头村的柏坡路计划无限期取消。领导，别取消，桥塌了咱们重修。这回我们真掏钱，我们去买真钢筋、好水泥。您给咱们3天不2天时间，我们肯定搭起来。是啊，领导，这路可是咱们全村下半辈子的命脉啊！您不能说收回就收回啊！上级的工程不是给你们过家家的，机会给过你们，是你们自己往里填了黄泥巴。小林，咱们走。这地方多留1钟都让人觉得憋闷。好，听您的。林总、远子，你帮咱们求求情啊！你远丰集团那么大，你再出面给咱们担保一次行不行？担保？路基我都替你们铺到了家门口，是你们自己为了贪几百块钱亲手把它刨了。以后就安安稳稳守着这堆烂泥过吧。我不行了，大车进不来，全靠人背，这条山路太难走了，骨头要散架了。爬也得爬下去。柳树湾那边有收购的大车，把这些瓜卖了，起码能换点米面。村里的西瓜再不卖，全要在地里化成黑水了。那条路本来是咱们的，那个收获的老李去年还是在咱们村口收瓜的。该，真是活该呀！老天爷把金饭碗都塞到咱们嘴边了，是咱们自己给砸碎的。家里还欠着砸坏领导大车的赔偿款，现在地里的东西运不出去，变不了钱，拿什么还债？死也是咱们自找的，怨谁啊？建国叔掏空家着给咱们修桥，咱们去收他棺材的买路钱。林总拿大企业给咱们做保修路，咱们往城中柱里掺烂树枝。咱们就是被猪油蒙了心啊！放着跟着林家发大财的康庄大路不走，非要去贪那几块买废铁的脏钱，咱们这是硬生生把自己的活路给挖断了啊！作孽呀！柳树光的人都在吃肉盖楼，咱们连烂西瓜都咽不下去，咱们全村人都是自己把自己揍死的。完了，桥头村彻底成死村了，祖祖辈辈活该烂在这穷山沟里。站住！干什么的？同志，我们是桥头村来的，我们走了一上午山路，想找林总林远，我们来给他赔罪的。找林总有预约吗？没有预约，赶紧走，别在这堵着门。再往前走，我们报警了。别报警，别报警，我们真不闹事，就是来见个人。同志，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在这儿等。哎，你这老头怎么碰瓷儿啊？快起来！三爷说的对，今天求不到林总送，咱们回村也是等死。远子啊，三爷爷带全村人来给你磕头了。咱们瞎了眼，咱们知错了。林总，我们把陈大壮家砸了，钱凑出了2万块，先赔给您，剩下不够的，我们去卖血也上，求您给村里留条活路吧。林总，桥头村的人来了，在楼下广场，让保安部按规定处理，聚众闹事就报警。林总，他们没闹事，
全村100多号人，带头是几个70多岁的老头，全在楼下太阳地里跪着。那几个老头走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脸色已经白得不像话了。赵小强手里举着2万块钱的零钞，一直喊着要见您。要不我安排几人带点路费，把他们打发回乡下，或者您出面看一眼，走个过场。老刘，你觉得他们大老远跑来跪在这儿，是因为良心发现，对逼死我爹感到愧疚吗？是因为路没了，没钱赚了？对，他们跪的不是我，跪的是远丰集团的资产。今天我只要下去见他们一面，哪怕只是给点路费，他们就会觉得这一趟没白跪。过几天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的来集团门口要修路费。那您的意思是，就让他们这么跪着？通知大厦物业，他们喜欢跪就让他们跪。如果有人中暑晕倒，直接帮他们叫救护车，医药费从集团的慈善基金里走。三爷，三爷，你醒醒！中暑了，老头子快不行了，严重脱水，家属跟着去医院。你们其他人别跪了，再跪还要出人命。谁也不许走！今天见不到林总，回村也是饿死。接着跪！林总，是林总出来了！退后，保持距离。林总，你终于肯见我们了，我们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林总，我们去把陈家砸了，把他们卖粮食的钱全搜出来了，这是2万块钱，先赔给您。林总，现在村里的瓜卖不出去，大车进不来，家家户户连买盐的钱都掏不出来了。马上开学，娃娃们的学费全没了着落，您行行好，给个活路吧。买盐的钱都没了。对，真揭不开锅了。那我爸出殡那天，你们在桥头设卡，逼着我按人头交买路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老人家连口热饭都没吃上？林总，那都是陈守山父子撺掇的，我们没文化不懂法，全是被他们忽悠了呀。没文化不懂法，但你们懂怎么往承重桥里塞烂木头，懂怎么算计别人兜里的钱，贪别人钱的时候，你们比谁都聪明。现在要担责任了，你们就开始装瞎叫冤。林总，建国叔临终前不是说了，让你给大家留一线生机吗？你不能不管我们啊！我爸让留一线生机，所以我按下了你们偷工减料的铁证，没让警察把你们这群诈骗犯全抓进去吃牢饭。不带就是我要一直给你们当提款机，当血包。林总，滚！建国，老哥哥来看你了。建国叔，咱们去省城找远子了，他没见咱们，咱们知道这是咱们活该。建国叔出殡那天，我们不该拦你的500块钱的买路钱，我们把钱凑出来全烧给你。您在天有灵，就算不保佑咱们发财，也求您原谅咱们这帮白眼狼吧，我们真知道错了。林总，您回村了，我们正给建国老哥扫墓。扫墓。林总，我们真的悔过了。城里咱们没求动您，回村后大家伙心里难受，我们就寻思着自发过来给建国叔清理杂草，陪他说说话。是在城里碰了彪，发现装可怜没用，所以跑到这里来演孝子贤孙，想继续拿死人做文章。不是的，林总，我们这次1分钱修路款都没提，我们就是单纯来忏悔的。是啊，我们心里有愧，就想求建国老哥原谅，图个心里踏实。我爸活着的时候，你们算计他口袋里的钱，霸占他掏空家底修的桥。他死了，棺材停在村口，你伸手要买路钱，连他最后一点尊严都要榨干。林总，我们现在你们的财路断了，没大马路走了，知道疼了，就跑这儿来挤几滴眼泪，图你们自己心安。我爸生前，你们要榨干他，现在他走了，你们还要拿这种恶心的眼泪来脏他的清净路吗？你们不配求我爸的原谅。林总，那您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做您才能消气？只要你指条明路，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如果今天跪在这里磕几个头，流几滴眼泪，就能抹平你们榨干我爸的贪婪，就能重新换来一条几百万的柏油大路，那你们犯错的成本，未免也太低了。咱们没指望了。我爸不欠你们，我也不欠你们。
想要路用你们自己的手去修，别在这碍我爸的眼。走。都不许回！林总刚才说的对，咱们今天来就是被逼到绝路上来讨饭的，咱们根本不配得到原谅。小强，你别疯了，大马路已经没了。大马路没了，咱们就自己去填土；桥塌了，咱们就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去垒，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去垒。林总不要咱们的眼泪，咱们就用手去挖，就是手指头挖断了，咱们也得给自己挖出一条户来，把欠建国叔的债实打实的还上。干！小强说的对，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平。走，下山去填桥。这是进出桥头村最险要的老虎口，也是大型卡车根本无法通行的死穴。咱真要凿通它。以前咱们天天指望天上掉馅饼，指望林家给咱们把路铺好。现在梦醒了，这块石头卡了咱们村几十年，没钱买炸药，没脸去借挖掘机，咱们就一寸一寸把它凿平。干！小强，停一下！你虎口裂了，血都把锤子把糊住了，歇会儿换我来。歇啥？当年建国叔给咱们修桥，3天3夜没合眼，这点血算什么？扶稳了。二叔，你腰本来就有伤，别逞强了，这矿土我来背。一边去！我以前就是装病装可怜装习惯了，今天只要没咽气，这矿土我就得背下去。小强，这石头太硬了，咱们砸了3天，连个脚都没敲下来，没机械，这路修不过去了。都闪开！打眼，放跑！大伯，买炸药得不少钱，村里账上早空了，你哪来的钱？给我大孙子娶媳妇儿备的3万块彩礼钱。这钱动了胡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就咱们村现在这穷光蛋样，哪家姑娘瞎了眼肯嫁进来？路修不通，留着钱也是等死。打眼儿！隐蔽！小强，你头流血了！路通了，别管血了，趁热打铁，把孙氏清出去。不行了，土冻透了，这刚压实的路基，要是让大雪封一夜，明天全得冻裂口子，开春一化雪就得变成烂泥坑。拿草席盖，草席早用光了。拿被子盖。盖严实了，这路是咱们村的命，人冻着行，路不能冻坏。林总，这是桥头村最近半年的情况。林总，这帮人这次是真的拼命了。县里气象台说，昨晚山里零下15度，王老二他们几个老头
就硬生生在风雪里守了一夜的路基。今天早上收工的时候，2个人的脚冻得走不了路，是被人用独轮车推回村的。我派去暗访的人说，村里现在连买棒子面的钱都凑不出来了，全靠几家轮流煮红薯对付着吃。他们没派人来省城求援，没去县里闹事要救济，没有。老赵头在工地发了狠话，谁敢往省城走一步去求您，就打断谁的腿。赵小强也说了，这路是他们自己做没的，哪怕全村人最后都冻死、饿死在山上，也得把欠建国老哥的这条路填平。老刘在。几个月前，我爸咽气儿的时候，死死抓着我的手，让我别报警，无论如何给桥头村留一线生机。我一直以为他是病糊涂了，以为他是一辈子烂好心烂到了骨子里，连仇人都要护着。我甚至在心里怨过他。您父亲看重乡情，不，他比我看得透，比我看得远得多。如果不斩断这群人的退路，不把他们逼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给他们再多钱，修再好的路，桥头村也只会是一窝永远喂不饱的吸血鬼。他要给的是一个让他们在绝境里重塑良知，用自己的血汗洗刷罪孽的机会。只有当他们用一双手、一条命把那条路一寸一寸抠出来的时候，桥头村这群人的骨头才算真正站起来。通了，再往前挖100米平地，就能连上外面的老国道了。完了，这沟太深了，光靠填土根本填不上。填不上也得填，咱们全村人挖了半年，就差这100米了。去砍树，咱们搭木桥过去。没用，跨度太大，底下全是悬空，木桥走不了大车，一压就断。必须得打钢筋混凝土的承重柱，修一座真正的水泥桥。修水泥桥，那得要多少水泥和钢筋啊？至少得拉2卡车料进山。谁家里还有钱，哪怕是几毛钱的硬币，全掏出来凑凑。小强，我家最后2只下蛋的母鸡，上个月就卖了给大伙换铁锹了，村里能卖的破铜烂铁全卖了。昨天咱们喝的糊糊，还是把老李头家的旧门板劈了当柴烧，才勉强煮熟的。村里连买1袋水泥的钱都凑不出来了，哪去弄2卡车的料？老天爷，你这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呀！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为什么就是不给咱们一条活路？就差这一步了呀！咱们村人的手都挖烂了，没饿死没冻死，怎么就跨不过去这道坎儿啊？完了，建国叔，咱们桥头村把债还清了，可这命还是保不住啊！老天爷瞎了眼啊！咱们把心都掏出来了，就差这100米，就差这100米啊！打雷了，要下暴雨了。不是雷，是引擎声，是大车，很多大车啊！远峰，是远峰集团的车队，钢筋、水泥全是大工程车。赵小强、王老二、秦总，我们在，全村人都在。半年前在远峰集团楼下，我告诉你们，想要的活路，用你们自己的手去挖。这半年，你们砸石头、扛土筐，拿彩礼钱买炸药，拿过冬的棉被盖路基，没有人来省城求我，也没有人去县里卖惨。林总，我们欠建国老哥的，我们得还。你们用半年的血汗，用满手的伤疤，证明了桥头村的人骨子里那点良心还没死绝。99步，你们用命走完了，这最后一道天堑你们过不去，我远峰集团替你们填平。我爸没修完的桥，我陪你们修完，桥头村的路
今天通了，路通了，咱们有活路了。小强，这路修的比县道都宽，以后外面的大货车肯定天天往咱们村跑。咱们要不要在村口设个杆子？设杆子？你再提一句收过路费试试？我就随口一问，习惯了，习惯了。今天把话撂在这儿，这条路是建国叔拿命换的，是林总拉咱们出泥坑修的。从今往后，桥头村路段，全村人轮班义务清扫、义务维修。对，谁要是敢在这条路上伸手拿一分脏钱，不用林总出手，全村人把他祖坟刨了，直接撵出桥头村。林总，您来了。路通了，今天怎么没提分红的事儿？不提了，以后也不提了。不想赚钱了？想赚，但咱们自己地里种出来的瓜、养出来的鸡，卖出去换来的钱，花着才踏实；伸手讨来的钱，烫手，还烂心肝。林总，这条路您没让远丰集团冠名，村里几个老人商量了一下，凑钱去镇上打了这块碑。吃水不忘挖井人，咱们把这碑立在村口，就是让桥头村子孙孙出门第一眼就看着它，把建国老哥的恩情刻在骨头里。桥头村全村给林总、给建国叔行礼。林总，以前咱们穷的只剩下贪，连做人的骨气都卖了，是您和建国叔硬生生把咱们敲醒了。谢谢您，没给咱们钱，而是给了咱们重新做回一个人的脸面。路通了，以后好好走。左转，靠边停，先装老王家的货，他家果子熟得早，先走。小强，远丰集团刚才打款了，上周那一批货价格比预想的高，全村的账算清楚了没？算清楚了，除去给大家留的口粮和肥料钱，剩下的全部作为村里的公共积累。下个月开春，咱们要把村里的水路设施也翻新一遍。对，有了路，咱们自己修水管，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林远，爸如果看到现在村里的样子，一定会很高兴。他应该早就算到了。他当初把这路修到一半，把这群人的心交给我也修到一半。你做到了，不仅修好了路，也把他们的心找回来了。爸，您当初留的那条路，路基是用汗水浇的，路面是用良心铺的。现在，桥头村的人已经能自己往下走了。你看，恩怨，聊聊。